缺钱了吗，关键？你看我这些东西，这是现在的，这铜的，这种我不要。你不要，不要俺留着吧。你要这个吧，这是水晶的，这个也挺值钱。啊，这都是谁家里有年留下来的。说给他爷的，这些我看这佛珠要卖，这几样，人家给我5000，我都没卖，是有钱了没法了。哦。这个我能要，这种我挺喜欢的。你看了吗？我这是个佛堂的用的，我能卖给你吗？也经常来看的。我不卖，这个我就不要了。哎呦，地方性的，你这俺这也不是水晶的，这不是水晶的，这里边都有气泡了，水晶没有气泡。你这样吧，呀，这些啊，我给你4000块钱，你看行吗？4000少点吧，再给我涨点吧。你答应我这事儿，就是你把这个小，我这个小盆我都搞不少了，你说我这个小盆使的挺好，你看多结实吧，多少年了我都不搞少。这什么啊？这都裂了。哎呦，年数多了，这是男的。你张开嘴了，我送给你了，你还嫌毛病。那行，我再给你涨200块钱，4200，这小盘送给我。4200啊，你这几个板子也没用，你都一块给我吧，行吧？啊，这里没用留着都，哦，行吧？4200，刚就是4200了，就4200，行，对吧？这个死活我不能买了。这个呢，你要卖的话多少钱呢？我不用钱了，我这些我买给你了，我那些先不买了，什么课我给你打电话。那行，那这个我就拿着了哈。我数不数的去吧？那就别数了，少好几张呢。哎，我数数吧。对吧？哎，那个香炉不买你再说吧，等着我买课再给你打电话。行。你又求追了，你这上俺家来的。他爷爷原先是在天津沙场来，他随后又回到济南来的。哦，回来了吧，上班也收购废品，那块的吧叫收废品，不好听啊，是吧？哎，现在就那个叫收藏了，这就叫对。其实啊，刚才那几个东西真的不是特别值钱哈。这个托盘的级别啊，了不得啊。有些就是老百姓并不认为值钱的东西，其实它价值真的不菲。但有些他觉得很值钱的东西啊，未必值钱。回去我再给大家讲哈。可能很多人已经发现了，它就是我们自古被宫廷御用的紫檀啊。那么作为紫檀的鉴定的话其实这个木材的鉴定相对于瓷器来说还要更难。就说现在全球有一个号称就是鉴定木材最高级别的一个实验室在美国如果说你想找它去真正鉴定一个我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木材，得怎么着呢？提供它的干，提供它的茎，提供它的皮，提供它的根提供它的果实，提供它的树叶提供它的3种斜切面横切、纵切、斜切，才能就说鉴定这个木材。可我们如果现在遇到一块料子，你上哪找它的根茎叶或者是木材去？我们古代包括现在我们传统的鉴定呢，完全是靠一种感觉就是木头给你带来的气息说白了跟我们中医一样，有时候有点玄学的感觉。有好多藏友让我去就是做鉴定或者什么的说你看我这是不是小叶紫檀？这个第一最好要上手第二呢你要观察它上面牛毛纹自不自然因为牛毛纹说白了就是说木材上的一些纤细的一些小管形成的。那么很多硬木类甚至于软木类的都会有这种特征，但是它的特征的话跟小叶紫檀还是有区别的。还有更重要的一点紫檀一定是硬木你是
根本掐不动的。现在有好多软木染色，或者甚至有很多硬木染色，都是不对的。其实对于木材的鉴别上，是非常之难的。自古就说啊，紫檀无大料啊，就是十檀九空。当这个檀木长大了，里边就烂掉了啊。你像我们在这个故宫博物院见到的鼎香大柜啊，也都是说一个面有好几拼的啊。如果3拼的话，一面3拼，这就挺大的料了。所以像这么大的料，可能啊就得几百年啊。所以说能看出这种紫檀的啊珍贵之处啊。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它中间裂的地方竟然是拿木屑重新修复过的，而且不是现在修的。如果说这个东西不重要的话，那么在古代啊也不会去把这一点小东西修得这么精细啊。所以说我们对一件东西啊一定要有一个认真的态度、认真的心啊，或者是善于发现的心啊。经过千百年来啊，由于水分的缺失啊，或者反潮啊、干燥啊，它就容易出现这种裂痕。好多人说啊，这个紫檀啊时间久了有灵性啊，里边有血啊，容易出血啊。那么下一步见证奇迹的时刻用刀子刻下了一些边角料看见了吗？它会迅速的溢出这种颜色而这种颜色不像说染料的那种颜色，因为现在好多这个檀木类的也染料这种情况用酒精它会迅速的溢出这种纯天然的颜色这就辅助证明只要是小叶紫檀它一定会有这种特征。第二呢，上边的牛毛纹不会变；其三，它的硬度不会变，大家充分理解那紫檀的一个方凳那就说晚清民国时期的吧，你动不动就得40-50万你一个紫檀的一个铁盒就得好几万动不动都是天价。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你在古董店里见到那300、500、1800的，你连看都不用看你看到吗？它永远有溢不完，你看吗？还在出血还在出血。还有那个大妈家那个旋转炉那个级别甚高大家有没有观察过它的耳朵？跟普通的耳朵不一样。我是收藏小哥，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请关注我，给我点赞。大家一定记住这个特征，一招鉴别。